男孩掀开报纸，抚摸着画报上的美女。二叔被声音惊动，这才知道男孩已然思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带着侄子出门，打算让未经人事的男孩感受一下男人的快乐。跟老板娘谈好价钱，二叔就给男孩选了个姐姐，借口给他看病，这才将男孩骗上了楼。可是没多一会儿，男孩就跑了下来。二叔，这脱裤子他。你这孩还不知道，那按摩人不给你脱光了咋弄啊？你得配合治疗，知道不知道？连拉带拽，终于将男孩又推回了屋里。二叔担心男孩吃亏，便开始警告那个大姐：“你给你的技术活都拿出来，你要是给他伺候不好，我可不付钱。”男孩在迷茫之中成功蜕变成了一个男人。完事之后，男孩便怒气冲冲地下楼，不顾二叔的呼喊，径直地走向了马路对面。二叔，我变成坏人了吗？哭球了，老子出钱让你痛快，你这不有啥不高兴？我说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男的多大经历的事？你经历了，你不是都承认了吗？是不是？可是这，我没来钱了，我不活了。二叔对男孩这么好，完全是因为对男孩的愧疚，因为他们杀的上一个人正是男孩的父亲。今儿就送你回家，站住！哥，今儿几号啊？还没开钱呢。真来，骗你弄啥了？你看，兄弟二人一起动手，将男人拖到了矿坑里面，然后人为的制造了一场矿难。矿上敲响了警钟，这代表矿下死了人。矿长第一时间安排拦截，封死了所有出矿的路。而老金出矿的第一时间就恳求矿长救救弟弟，那声嘶力竭、情真意切的样子，都让人以为他们兄弟情深。为了做得真一点，老宋想要出门，他就知道门口一定会有人拦截。等着，我找矿长我。矿长也一通阻拦，几乎是恳求着让老宋坐下。可好话还没说两句，老金就闯了进来。兄弟二人演戏演全套，当着矿长的面吵了起来。矿长好言好语相劝，这才安静了下来。他给兄弟二人权衡利弊，说尽了好话，终于来到了商谈价码的阶段。矿长最后的底线就是2万块钱，可是2万块钱对他们来说太少了。多少啊？4万，1个年都不能少，你就得抢呗。第3次会面，矿长给他们发了工资，然后多给了老宋2000。多次商谈，价钱终于来到了3万。拿到钱的第一时间，矿长就拿出了免责声明。可是说好了3万，却直接变成了2万8。这恐怕不中。我跟你说啊，不中，你给我2个指头多少公升啊？他值2千不值？老金看向老宋，老宋则打起了暗号。如此一来，这事才算处理完毕。烧完尸体，他们返回城里，骨灰直接被老宋冲进了马桶。二人也开始分钱。老宋拿出了矿长给的2000块钱，他们真正做到了1人1半，甚至连那男人藏在鞋里的钱，他们也1分为2。下回该你哭了。扔掉了骨灰盒，他们就去汇款，将所有的钱寄给家里，他们这才安心。那二的学习咋样了？这考了好不好？你跟我说啊，不要考不好了我回去揍他啊！待业状态，二人十分悠闲，1人1个妹子，堪称是潇洒至极。因为小妹不让下手，老金直接去找了老板，他这才满脸怒气的又换了一个大姐。4个人一起回到旅店，少不了一夜春风。进入闲者模式之后，老宋又开始忏悔，100块钱说多不多，还不如给自己的孩子花。结束了一段逍遥，他们就要进行下次计划。要说哪里人员混杂，充斥着找工作的傻子，去人头攒动的火车站坐会儿，肯定不会错。看男孩一脸迷茫的样子，肯定是着急吃饭。2个人顺着目光，也看到了眼神中的渴望。可就是这短短的一个对视，老金就看中了猎物。他悄悄地跟在男孩身后，就像看到了一只会跑的猪仔。见时机成熟，老金就上前搭讪，然后有意无意地说自己在矿上干活，1个月1-2千的工资。这成功激起了男孩的贪欲。果然像老金想的一样，那男孩主动找了上来。哎，大叔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在哪儿？远不远？他故意把地址说得很远，就是为了消除男孩的顾虑。听闻这矿上真的赚钱，男孩便求老金带上自己。那不中，我已经有伴了。欲擒故纵这招，老金玩得顺手。面对得不到的东西，男孩已经丧失了理智。终于在他的软磨硬泡下，老金松了金口。可是却有个条件，那就是要假装亲属。哪一种啊？哪一种？你说中啊！那你跟我走。谢谢你，大叔。二人一边聊天，一边朝着这边走来。可老宋一看到男孩，直接爆炸，甚至连演戏都有些不太上心。咋样？你叫啥？岳凤鸣。我咋不上学了呀？明天交学费。干嘛呢？爹咋
当了是，学费都不给你交了。不管俺爹，俺爹出去打工挣钱去了，都半年没有回家了。多大了是了。为什么？老宋一直想着拒绝，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，同样的年纪，同样的家庭环境，都让老宋感同身受。可男孩被高报酬迷了眼，一直在祈求着老宋。那就帮帮他呗。帮啥帮啊？我说不中就不中，帮啥呀？你滚！老金发了脾气，搞不清老宋的想法。老宋虽说是个坏人，但也有自己的底线。对妇女和儿童，他从来不肯下手。你个小孩，你个道上还混不混了你？我管他大人小孩，能挣钱就中。你要是没钱，小孩还不照样出来打工？你可怜他，谁可怜你了？见老金发了脾气，老宋这才妥协，拍上一张照片，一张假的身份证就到了手。眼见猎物进了圈套，老金也就不再装了。见男孩说错了自己的名字，他直接破口大骂，反而老宋对男孩却愈发温柔。坐着蹦蹦，他们穿梭在矿山之中，绕了好几个矿场，他们才算找到了工作。这老板满脸横肉，说起话来也充满了火药味。多大了18，有18吗？我看不像啊。不是，俺这儿的写小的，什么人都带上。死懒人怕什么？吃饭就得拉屎，下井就可能死人。要是害怕呀，就别在这干，干就干，不干就给我滚蛋。老宋一通点头哈腰，这才算是稳住了工作。虽说员工宿舍破烂不堪，可也没少了赚钱的兴致。工头送来了劳保用品，可男孩却根本没钱。见男孩紧张的有些拘谨，老宋就给他掏了钱。你要没钱就给我说。都是，那叔有的是钱，100块钱干点啥不好？还不给孩弄这个。矿场里满眼漆黑，到处都是尘土和沙石。一个16岁的孩子倒也融进了这环境里面。整理好屋子，他们当天就下了井。只不过下井之前，他们还需要朗读下井制度。井下一片漆黑，充斥着压抑的味道。他们一边加固一边挖掘，可突发的声响却吓了男孩一跳。弄啥了你？害怕了是不是？胆儿太小了你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想不想干呢？想干了，他妈你要怕死都别在这干，知道不知道？老宋想要凶狠，逼着男孩退出，可老金却认准了猎物，再次温柔了起来。小妹，你干吧，别害怕啊。第一次下井，男孩就十分不适，可是为了赚钱，他也只能忍下。3人1口的大缸，打闹之间算是唯一的放松。休工的时候，男孩总爱看书，他看着男孩这样，感觉更像自己的儿子。无意间的一瞥，他发现了一张照片。男孩开心地向二叔介绍了自己的父母和妹妹。老宋察觉了不对，赶忙叫老金商议。他们看到照片，想起了一个男人，是上一个被他们谋害的家伙。你看那孩长得像谁？像谁？傻的弄死那货。哪一次？姓袁的那货。老宋的恻隐之心再次萌动，他不想绝了姓袁的后，可老金没有底线，在他眼里只有钱。绝不绝后跟咱来啥关系？真是。咋了？怕了？这一招激将法成功的把老宋又拽了回来。为了安抚老宋，他特意又去看了眼照片，明明就是一个人，可他却偏偏说长得不像。老金明天就要动手，可还是太过着急。工作第3天就出现事故，难免会遭人怀疑。带着男孩进城，3人游游荡荡。男孩看到了乞讨的人，便找二叔要了点钱。拿到钱之后，他就扔到了乞丐的碗里。真考上高中啊？那肯定是假的。男孩看书的时候总是会掀开报纸，那后面的女郎火辣，勾得他火急火燎。听见二叔回来，他赶忙装成没事的样子。他感觉到了二叔的照顾，吃菜的时候总会把肉挑给二叔。可无意间瞥到矿上最漂亮的婶婶时，他却害羞得像个小姑娘一样。二叔看透了他的想法，心里也有了打算，可还没来得及帮男孩成人，他就又与老金吵了起来。老金着急拿钱，他实在是受够了矿下的苦日子。你别激动了，咱们能不能等个机会啊？他和老金达成了共识，准备给男孩开开壶。完事之后，小男孩一脸嫌弃，一边满脸委屈，一边大喊着不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吧？这男的都得经历点事儿。你经历了，你不是都成人了吗？是不是？可是那人，我没那劲儿了，我不活了。虽说他嘴上要死要活，可看着下面的时候，嘴角还是咧起了微笑。给男孩圆了梦，老金就准备动手。
看穿了他的意图，老宋赶忙阻拦。弄啥了你？你说弄啥了？你咋不动手了？那就这两天不中，为啥？该发工钱了。那点钱顶个球用，现在是个机会，咱把它弄了再说。老唐，我跟你说，做事讲规矩中啊。老宋搬出了规矩，要给男孩办送行酒。可如此明显的拖延，老金很早之前就不爽了。你要不弄了，你要弄了中不中？咱俩谁跟谁呀？我弄你干啥？合作了2、3年的搭档，在此刻终于有了嫌隙。休工这天，他们领了工钱，可在排队汇款的时候，男孩却碰到了自己的老师。再次见到老师，男孩害羞不已，直到他拍了拍自己的肩膀之后，他才敢看向那女人的背影。送行酒上坐了一桌子的人，男孩有感而发，便直接站了起来。二叔，唐叔叔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多多发财。怎么样？哎呀，二叔要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别生二叔的气啊！来，干喽！见老宋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老金倒乐出声来。他一高兴，也和男孩喝了一口。这次下井肯定会有人留在下面。天空有些阴沉，那专心还在吱吱作响。他们在钻孔中埋好雷管，就等男孩生死报销。可安全员看出了不对，便多说了2句。这是弄啥了？你扒拉他，你能拿出钱？谁敢我踩了，我就收拾他。男孩返回路口，老金也说出了暗号。小明，想家了吧？想，咋不想啊？那让咱二叔送你回家吧。按照正常的程序，男孩现在已经身死，可老宋看着他，却迟迟都没有动手。老金起身朝着男孩走去，那眼神阴郁，完全没有人类的情感。可就当他举起锤子之际，他却遭到了老宋的偷袭。男孩一阵奔跑，而二叔却再次倒了下去。他一路跑到路口，慌张的没有解释，而鲍博士见他出来，便以为里面没人，低声口哨之后，他就按响雷管的引爆器。2个大人身死，老板甩出了6万块钱。不能签，为什么不能签？这是李叔跟我写好的合同，4爷给3万，不少了。真的不能签，你签不签？还让他交出来办这事吧。你不是他侄子吗？你是不是就想把价钱给抬上去？别想，你到底签是不签？在老板的淫威下，男孩签下了名字。自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这是个局，还在为2个叔叔悲伤。带上尸首，他们离开了矿上。一缕青烟也了却了一段因果。在市场上找人的时候，金明打了凤鸣的脑袋，手中却有别样的柔软，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在乎，是丧尽天良的杀人犯仅存的良知。在邮局汇钱的时候，妓女拍了男孩的肩膀，轻抚却有千钧的力道，那是一份心照不宣的问候，是没有尊严的异乡人最后的尊严。这井下一片漆黑，人们不停挖掘着，却挖到了自己的骨灰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